天下人都在求财，求了一辈子，却不知道财是守出来的，不是抢出来的。你说这话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正月15这一天，你若只知道去挤人潮、看花灯、吃汤圆，你就浪费了这一天最值钱的东西。这一天到底值什么钱？值一整年的气。你若用对了，后面11个月顺着走；你若用错了，再怎么努力，都像在漏斗里装水。我研究这些东西几十年，见过太多人聪明的、努力的、运气好的，最后走得好的，不是最聪明那一个，也不是最努力那一个，是最稳的那一个。今天我就从这里讲起。正月15，农历一年第一个月元夜，古人把它叫上元节，道教把这一天定为天官赐福之日。你们知道天官赐福讲的是什么吗？不是天上掉红包给你，赐福讲的是收，是把散出去的气收回来，把流失的财气补回来。你若这一天还在散，还在乱，天官就算想赐，也无处可赐。上元、中元、下元合称三元，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这3个节点，每一个都是天地之间气机转换的关口。正月15是第一关，一年的气从这里定基，你把这一天当热闹过，是你的权利。但你若想知道怎么用这一天真正替自己做一件事，那你就听我把话讲完。我先讲2026年的背景，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今年这件事特别重要。2026年丙午年，天干丙火，地支午火，两火叠在一起。这一年的火气是近年少见的重火旺的年份。外面世界很热闹，机会看起来到处都是，人心很容易跟着浮起来。浮起来的人，第一个毛病是冲动，第二个毛病是睡不好，第三个毛病是守不住钱。你说为什么睡不好跟守不住钱有关系？有关系，而且关系很大。我说给你听，人白天做判断，靠的是前一晚睡得好不好，你睡得稳，第二天清醒，遇到事情看得准，讲话不冲，做决定不乱。你睡得不好，第二天脑袋昏，情绪躁，容易冲动，容易上当，容易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这些后悔的决定，每一个都要花钱去弥补。财运差的人，10个有9个睡眠有问题，不是没钱睡不着，是睡不着才没钱。这个顺序，很多人搞反了。火旺的年，外面越热闹，你里面越要静；外面越想让你冲，你越要守。守什么？守你的心神，守你的睡眠，守你的财库。好，现在我来教你一招，简单到不花什么钱，但你要做对，否则效果全无。元宵夜，在枕头下放一个装了硬币的红包袋。你一听，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？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你先别急着说简单，听我把道理讲清楚，你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有效，以及为什么很多人做了反而没效。红包袋这个东西，在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，它不只是装钱的袋子，它本身是一个聚气的容器。过年长辈给红包，是把祝福包进去。红色在五行里属阳，属喜，属动能，本身就有聚气作用。很多地方有规矩，过年收到的红包不要急着丢，至少留到元宵节之后，意思就是让新年那股旺气多停留一段时间。正月15是上元天官赐福之日，赐的是收福，不是散福。红包袋本来就承载着年气与财气，
把它放在枕边，放在你休息时意识最深的地方，是让福气陪你入睡，守住你最脆弱、最需要补元气的那几个小时。你想想看，人白天清醒的时候，脑袋里装的是担心、计划、怀疑、焦虑，什么都有。但你睡着以后，那些杂念暂时放下，心神是最干净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枕边守着什么，代表你内在真正在守护什么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心念与气场之间的关系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你每天睡前想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你潜意识里最在意的东西，它真的会影响你第二天的状态和决定。好，我现在把做法说清楚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要搞错。第一步，挑红包袋，要干净、完整，没有破损的，最好用今年过年收到的，你觉得最有福气的那一个，实在没有，自己去买一个新的也可以，但一定要平整干净。皱皱巴巴的红包袋，气是乱，乱的东西怎么聚气？第二步，放硬币，不要贪多，放一组就够了。民间常用168的组合，取一路发的谐音，这种象征性的用法，中国人用了几千年，有它的道理。硬币太多，枕头底下硬，睡觉不舒服，睡不好就破财，本末倒置。第三步，放的位置放在枕头下方，靠近床头板那一侧，或者枕头与床头板之间的空隙，不要压在颈椎正下方，那里要留给你的脖子休息。原则只有一个，你躺下去，脖子舒服，呼吸顺畅，这就对了。第四步，时间只有1晚，元宵夜放进去，隔天早上收起来，不是放一整年，放久了红包袋脏了，硬币氧化了，气就不对了。上元夜是借月圆之势的时间点，在这个点上做一次收福纳财就够了。收起来之后，硬币可以放进钱包，当守财钱留着，红包袋好好收在抽屉里，不要乱丢，那是一个周期完成的象征。现在我把禁忌讲清楚，你若只学了前面那一半，后面这一半没听，越做越乱，不要来怪我。第一个禁忌，枕头下不能放刀剪等尖锐金属。很多人一听金属属金，金能生财，就什么金属都往枕边放，这是大错。金属分圆与尖，硬币是圆的，圆是聚气的，刀剪是尖的，尖是割气的。枕头是你安神的地方，你把割气的东西压在头下，是什么意思？是把自己的气一刀刀割断。老话说，刀压枕，口舌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刀剪代表冲突割裂，睡在上面的人心会浮，脾气会急。丙午火年本来火气就重，你再在枕下加一把刀，等于火上加刀，是非口舌多，多了是非就漏财。而且从最基本的常识讲，尖锐的东西放在枕头下面，翻身压到是真的会受伤的。风水从来不离常理，伤身的东西怎么可能招财？第二个禁忌，枕头下不能放镜子。镜子是反射之物，它的作用是照，不是收。放在床对面的镜子都会影响睡眠，何况压在枕头下面。镜子在风水里叫光煞，夜间会反射气场，扰动心神。你睡着的时候神气最弱，镜子在下面，气场不稳，人容易多梦，睡不深，醒来疲惫，心神不稳，财运一定起伏。还有另一层，镜子是把气往外照的，
元宵夜是收福之夜，你却在枕下放一个散气的东西，方向完全相反，守不住才会漏。这是最基本的守则。枕边不对劲，枕下不压劲。第三个禁忌，枕头下不能放手机和电子产品，这一点现代人犯的最多。很多人睡觉把手机放枕头旁边，甚至压在枕头下面，觉得方便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手机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工作消息、焦虑、短视频的刺激，各种让你心乱的资讯。电子产品带电磁波，也带杂念。你睡前滑到最后一刻，脑袋还在高速运转。入睡以后心神沉不下去，睡不深，第二天判断力下降，情绪起伏，做决策容易冲动，这些都是漏财的根源。守财靠符咒，靠稳定。你把手机压在枕下，是把外界所有的干扰带进你最深层的休息空间。这种情况下，你放再多红包袋也没有用。元宵夜睡前，手机放到床的另一侧，或者直接放到桌上，就这一个动作，已经比很多招财法门有效多。还有几件事，我顺便讲了。元宵夜睡前不要带着怒气，不要吵架。民间说这一天不要借钱，不要讨债，不要口舌，原因就是这一天是收福。你若在闪福，来年一定不顺。借出去的是运，讨回来的是气。这一天你气场里进出的东西，会定下一年的基调。还有，卧室干净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一点你觉得老生常谈，但我见过太多财运不好的人，卧室都是个样，床边堆满衣服，床底塞满旧物，枕边杂物一堆，充电线绕来绕去。你说气场是流动的，就像水，你把水道堵住，水怎么流？财气也一样，你把通道堵满了，财往哪里进？丙午火年最怕乱，乱就是火气乱窜，什么都烧掉。元宵节前一天，把床底清干净，把枕边的杂物收掉，灯光调柔和，不要开成白天那样亮。柔光养气，强光伤神，这些细节比你拜多少香都管用。我常讲一句话，风水不是靠摆什么，是靠养阳气。红包袋、硬币只是符号，真正起作用的是你那一晚的心念。睡前默念一句就够了，守财守气，心安气稳。不要贪，不要想着发横财。火年最忌贪，贪就烧光。你们里面有人会问，这样做真的有差吗？我跟你讲，心理作用就是最大的作用。心定气定，气定财定。你连一晚都做不到安静守气，你谈什么翻身？现在我讲进阶的东西，给愿意多做一步的人。若你今年事业压力大，可以在红包袋里放一小张红纸，写一个字定。若你今年求稳财，写一个守字。若你今年想开展新方向，写一个顺字，字不要大，不要花哨，简单端正就好。这叫以意导气。你写什么，代表你这一年最想守住的是什么。意念清晰，气才有方向。好，我讲了枕下的做法，现在讲卧室的财位。很多人一听财位，脑袋里马上浮现东南角聚宝盆、金蝉摆件、流水装置，那是客厅的思路，不是卧室的思路。你把这两件事搞混了，不止没效，还会乱。卧室是养命的地方，不是招摇的地方。我说一句话，你记住，卧室的财位不在角落，在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天
有1/3的时间在床上，床的稳定度就是你这个人整体的底盘。底盘稳，人稳，判断稳，钱财稳，底盘一晃，财就跟着晃。你看那些财运好的人，不一定聪明，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能力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心里有底。这个底是怎么来的？就是从踏实的睡眠、稳定的身体、清醒的判断，一点一点来。第一件事，床头要靠实墙，床头一定要靠实体的墙，这在风水里叫有靠山、有后盾、有支持，人心里有安全感，做事才不慌，不慌才不急，不急才守得住财。你若床头悬空靠窗，或者床头板松动，人睡在上面，心会浮，今天想这个，明天想那个，做决定飘，钱自然跟着飘。第二件事，床不要正对门窗，门是气口，窗是风口，直冲床头，气来去太快，叫气不聚，气不聚，财就散。丙午火年本来气就流动快，你再让气直冲过来，整个人更急更躁，做出冲动决定的概率大幅上升。冲动的代价永远是钱。第三件事，床底不能乱。很多人把床底当储藏室，旧衣服、箱子、杂物全塞进去，眼不见为净。错，床底是地气，地气代表根基，床下乱，根就乱，人心也跟着乱。乱的人守财能力极差。我常说，卧室干净3分，财运稳7分。你不信，你去看看那些财运稳的人的卧室，几乎都是干净整齐的。不是因为有钱才整洁，是因为整洁才有钱。第四件事，床头上方不能压重物。有人喜欢在床头上方装柜子，摆厚重的装饰画，甚至挂刀剑，这叫压顶。压顶久了，人会焦虑、失眠、压力大。压力大的人最容易做2件事：乱投资、乱消费。这2件事就是漏财的根源，而且是最快速、最彻底的漏法。第5件事，卧室灯光不能过亮，也不能过暗。太亮，火气旺，心神难安；太暗，阴气重，气机不动，财喜平衡，不喜极端。元宵夜我才教你用柔光，不是随口说的，柔光养气，气养财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你要理解一个核心的是，卧室的财位不是一个点，是气的稳定度。气稳，财聚；气乱，财就散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讲枕下放红包袋，重点不在那几枚硬币，而是帮你在一个稳定的气场里入睡。好，最后我讲上元节最深层的一个道理，天官赐福。赐福的前提是你有福可接，福不是从天上直接掉下来，是你平时积的元宵这一碗帮你接住。若你这一碗心中有感恩，哪怕只是默默想一想，父母健康、家庭平安，那股气就红了。感恩的气场是最强的招财场，因为感恩代表你觉得自己已经有了，这种心念会让你的判断更清醒，更不容易因为贪而冲动。丙午火年有一个特性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财来得快，心若不稳，去得更快，这叫火性无常。所以我叫你在枕下守住气，是让你在火旺的年份找到一个稳的锚点。有几个生肖要特别注意，属马和属蛇的人本身命盘火气就重，今年火上加火，睡眠和情绪问题会比别人更明显。这2个生肖元宵夜更要注意，不吃太辣，不饮酒过量，火上加火，
财气很容易被情绪一把烧光。相反，命格偏水偏寒的人，今年机会反而多，因为火旺的年，水命的人反而能借势，但机会多不代表稳。记住，稳才是最重要，你能守住机会才叫有机会。你们若真正懂风水，就会明白风水不是求多，而是求平衡。元宵这一晚是一年第一次大平衡的节点，你若平稳过了这一夜，后面几个月会明显觉得事情顺。你若乱过了这一晚，后面总是卡卡的，说不上哪里不对，就是转不动。最后补一个细节，元宵夜吃汤圆，圆代表圆满团圆，但你吃的时候不是狼吞虎咽，而是心里有一个圆的念头，圆就是完整。完整的人急着证明自己，急着翻身，他稳稳的走，反而走得最远。我今天说的这整篇话，不是叫你迷信，我是要提醒你，一年真正的转折点不在别人身上，在你枕边那一夜的安静。你若能在元宵夜让自己心稳，一夜气定，火降一分，福就进一寸。从那一寸开始，慢慢积，慢慢走。翻身不是一跳，是一寸一寸抬高。很多人以为聪明人才能翻身，努力的人才能翻身。我见过太多例子，最后走得好的，往往不是最聪明、最努力那一个，而是最稳那一个。稳才是丙午火年最贵的东西。在评论区告诉我8个字：心定气稳，福自然来。当你愿意在这个关口为自己按下这个开关，好运才会真正启动。愿你元宵之后心火归位，睡得安稳，气定神闲，财不用抢，自然来，福不用求，自然聚。一寸一寸走得稳，走得正，走得长久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